据媒体报道，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，韩国 GDP 在世界排名中从2021年的第10位跌至2022年的第13位，这就意味着韩国经济已经被踢出全球前10名。关注我们，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。相比之下，俄罗斯 GDP 在2021年世界排名第13位，但在2022年则一跃成为全球第8位。这是俄罗斯 GDP 自2014年之后首次挤入世界前10位置。真不知道民众会作何感想。其实也难怪，韩国在尹锡悦担任总统之后，其经济就随着他糟糕的外交一落千丈，贸易进出口连续14个月出现巨额逆差，对华贸易出口几乎被拦腰斩。对依靠贸易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韩国而言，意味着其经济已陷于萎靡状态。随着中韩关系的不断恶化，韩国对华贸易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。换句话说，韩国经济陷于衰退状态已在所难免。实际上，韩国倒霉就倒霉在是美国的盟友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，当美国敌人是危险的，做美国盟友则是致命的。韩国作为美国盟友，对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的迷信程度，甚至达到疯癫的状态。而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，韩国人又不是不清楚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尹锡悦具有这种不要命的勇气，韩国经济被踢出世界前10一点都不冤枉。尹锡悦政府跟谁发展关系，本来与中国没有多大的关系，当然前提条件就是不能损害中国的切身利益。数年前的萨德风波就因为严重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，让韩国经济吃到苦头。可尹锡悦好了伤疤忘了痛，非要得罪最大贸易伙伴，甘愿给掠夺诚信的美国当大国对抗的炮灰，是导致韩国经济一落千丈的主要原因。惩罚韩国或者用不着中国出手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就足够让他们喝一壶。众所周知，韩国电动汽车行业在美国受到不公平对待，其芯片行业被要求不得填补美企在中国的销售缺口。汽车和芯片是韩国经济发展的2大重要支柱行业，但现在却被美国捏在手心里动弹不得。受中美紧张关系和美韩同盟制约等因素的影响，韩国芯片第1季度对华出口数量暴跌40%，导致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多家韩国半导体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。对韩国人而言，只要不用膝盖考虑问题的人，就能够看清楚美国鼓动韩国反华的险恶用心。诚然，在韩国人面前已经有了日本这个前车之鉴，而美国与韩国签署相关协议，杀伤力不亚于上世纪与日本签署的广场协议。也就是说，韩国继续跟美国混下去，其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将无法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，沦为美国单边保护主义政策的牺牲品。对此有韩媒担忧，再这样下去，韩国经济或许会与日本一样，迎来失去的30年。尹锡悦甜美的屈辱外交，给韩国民众带来的不是辉煌，而是屈辱，以及对经济衰退和安全风险的担忧。因此，韩国业界、舆论和民众对当局不满情绪也日益增加。据媒体报道，韩国民调机构日前通过语音自动应答调查和人工电话调查2种方式获得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分别有 61.6% 和 64.4% 的受访者认为尹锡悦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，另有 65.8% 和 63.9%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持续维持与中俄的友好关系。显然，经济和安全问题仍是韩国民众最为关注的焦点，而尹锡悦牺牲韩国经济和安全利益为代价讨好美国的做法，正在招致越来越多民众的强烈不满。因此，在韩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尹锡悦即将被迫下台消息的同时，也有越来越多的韩国网民希望前总统文在寅重出江湖。当然，韩国民众不是希望文在寅重新获得总统的职务，而是希望借助他外交技巧，帮韩国解决与中俄关系紧张的问题。不过，对韩国民众而言，他们如果继续支持尹锡悦亲美政策，迷信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，给中俄安全利益带来影响，那么请谁出山都没用。相反，只要韩国能够减少对美国的迷信，致力于维护半岛地区和平与稳定，那么根本就无需文在寅重出江湖，韩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自然能够恢复。